讲到就是这个情绪哈，好像埋了一个雷一样啊。这颗雷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埋的，可能是你小的时候、幼年的时候，像刚才宋恩牧师讲的，他在小的时候，爸爸可能因为考学的问题呀，让他填志愿的问题，然后伤害到他，当时他就积累了这么一个情绪，这个负面的情绪，又不能说啊，也不能去抱怨当时，那后来就跟随着他。那就像一个地雷埋在一个很深的地，谁一不小心踩到这个地雷就爆炸了。那同样呢，师母也是这样，可能被人骗过，哎呦就怀疑一下，哎呦我的先生会不会骗我？啊，最亲的人骗过，那过去是最亲的人、最信任的人骗过你，现在换到自己的先生，会不会也骗我？但是你们两个人讲到这些，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就是你们能够认识到这是一颗地雷，然后你们能够认识到说，哎呀，这是我的问题呀，我不要踩上啊，不但伤了我自己，还要伤到别人，对吗？这个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我们很多的人呢，就是他踩到了都炸死了，他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啊！而且呢，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他也不知道那是一颗雷呀，他更没有办法把这颗雷挖出来。你像你们两个人都知道，但是如果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我先生一出门他就不高兴，他就很紧张的不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他天天出门，而且他可能是不是他自己出惯了，然后带上我这个小累赘，他就觉得说，为什么带上你这么麻烦？可能我不知道，但是确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雷探出来哈？我想问二位，是你们两个人是你们怎么发现这个雷的呢？就是这怎么那么明智就能发现哦，这颗雷原来是在那会儿埋的，这种记忆实在让我很难挖出来，你明白吗？啊，你们二位谁能给我解释解释，你们怎么发现你们的雷？我觉得自觉能力哈，真的是就像你讲，非常难培养出来的哈。就是一个人怎么能够注意到呢？啊，最容易就是都是你的错啊，怪别人，你让我生气，你让我发作了，都是你不好啊，你让我痛了哈，而没有去负责任的去看到说，哎呀，这个是我过去我自己不自觉造成的。说实在话，也不是真的要找错，那也不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哈。那要去认识到哈，我最近有一个经验，我觉得是神帮助我看见我隐藏的雷，那个是未爆雷，没爆过的啊，但神帮我挖出来，我觉得这个很奇妙，我就拿出来分享一下哈。我记得我们家哈，这个洗衣服是安排给我做的，我的责任哈。然后我洗一洗呢，我先生有就有一个要求，他觉得他的衬衫哈是很容易皱的啊，所以不要跟着这个烘干机去烘干啊，要拿出来吊起来，以免防皱哈。不然穿着没菜干一样的衬衫上台讲到不好看啊，这个我理解哈。做一两次以后，做了几次哈，我发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抗拒去替他处理那个衬衫，做特殊处理哈，特殊照顾啊，特殊对待，我很抗拒。我就抗拒到一个什么程度，我就洗好啦，啊，剩下的烘了哈，我就要不然呢，就是说老公洗了，你去处理下一步烘，让他自己处理他的衬衫啊，要不然呢就是其他的烘了，但衬衫我堆在一边，我说你自己晒。好，那这样子就过了好几年，对不对？那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反感，但是那个反感就是隐隐约约的存在哈。然后有一次我就在洗的时候，我就一边面对这个洗衣机哈，我就问我自己，奇怪了，我为什么要对这个洗衬衫这件事情这么抗拒呢？到底为什么呢？啊，然后那时候就一个感觉好像圣灵光照，就哗打开来。过去一个经验就是，我在小时候，在小学5、6年级的时候，父母吵架，就是为了洗衬衫的事情吵架。我爸爸爱漂亮啊，要求衬衫一定要用手洗啊，脖子啊，这个手腕啊，哈，一定要求我妈妈手洗。好，
那我妈妈呢拖延了，没有立刻处理，按照我爸爸的要求，哇，他们就为了这个大吵一架这个拳打脚踢的到一个程度呢，我妈妈就害怕了，然后就开始叫我们孩子跑去爷爷奶奶家找救兵哈，因为我妈妈挨揍了嘛然后呢那时候鸡犬不宁那一次我也哭得特别厉害然后就下意识就意识到这个洗衬衫这件事情是万恶的源头害了我们家差点家破人亡就反正就是在这个上面有一个情感的连接就对于衬衫，男人的衬衫要特别处理这个事情，特别反感我都没意识到。你想那个快40年前的事情了，然后呢，到现在还在影响我的婚姻。然后我注意到这件事情，我就说哇，你看，我就埋了一个雷在那里，对不对？万一因为这个洗衣服已经是归着我的工作了嘛，对不对？我先生要是忙得不得了，回来说你怎么洗衣服洗了一半呢？你怎么不把它做到底呢？你怎么留个尾巴还让我来收呢？他如果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抱怨我立马我可能就起了以往的反应，说你看我就知道衬衫是万恶的源头，引发夫妻吵架的根基然后男人就是自私，会为了衬衫要求女人会吵那个怎么样找我的麻烦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把他也卷进了这个黑洞里面，对不对可是我就很感恩我先生从来没有让这个雷爆过，他就老婆虽然没做完，那摸摸鼻子自己把衣服晒了，他一次也没有发作过，那我就在那等着他呢，你知道吗我无意识的在那等着他，就准备有时候你看就重复我妈妈的 pattern， 你知道吗？重复我妈妈的受害模式。我发现我居然设了一个陷阱让我先生跳下去，然后我好准备跟他大吵一架，我怎么埋了一个这么的雷，这么多年我跟他结婚有没有14年了我都不知道哇，那次真是圣灵大光照我说天我就等我老公回来以后，我就告诉他这个事情，我说老公我今天扫雷扫了一个成功，把一个雷扫成功了，好告诉你什么结果他就很惊讶，说哇，幸好我没踩上去这个我老公补充一下。好的好的，真的太棒了，这个宋恩牧师，你太幸运了，你没有踩上这颗雷。那你当时是怎么感觉的呢？如果师母跟你讲了这件事儿之后当然我一直都有这个纳闷，就是这有很困难吗？只是把衣服挂在衣架上面，吊起来，不用花10分钟，也不是这个叫你登陆月球，有没有那么困难嘛？为什么一直就是有时候他要堆到我都已经就是上班都回家都已经大半天过去了，那时候我才去处理，就觉得说这有这么困难吗？你当时顺手10分钟就可以做好的事情，拖了好几个小时，我回来再做，有些已经开始皱了，那我也没办法，我就最后就衬衫毕竟是我要穿的嘛，我不去处理，难道他会自己会处理好吗？不可能嘛，我还是得去处理它。虽然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抗拒，但是呢，心里面也有一点不平衡。说实在，就是有不平衡，觉得我平常你要我帮你做什么，倒个热水什么，我马上就去帮忙。这个事情也不难，就是你帮个忙这样子，也是本来你该做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非要我自己来做？我是不明白但是我觉得就是第一个衣服是我要穿的，那我就去晒吧。我想它不皱，那我就去把它晒起来了。第二个就是为了这个再去吵架，我10分钟就可以晒好衣服，我可能花1-2个小时去吵架，我不是闲的没事干吗？何必呢？何苦呢？对啊，这就是去把它完成了就好，反正只要10分钟做完的事情。对，但是心里面的确就一直充满着一个问号在这边，到底终于所以他告诉我的时候，就一个谜底打开了，原来如此。那也感谢神没有让我这个保守我没有去踩上这个雷，要不然就是没完没了。2个这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例子，像其他的时候呢，我们也常常炸死了好几次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觉得
怎么样能够像凯传讲说有意识到说先去探测到雷，然后再去扫雷？我觉得有几个可能是有一些认知上面，我觉得是一些基础，就是第一个就是知道关系是双向互相的，对方一定有他的问题，但我呢我就没有吗？如果我就一直抱着都是对方的问题，那么关系是没有办法修复好的，没办法处理好的，因为是关系的两个人都好才能处理好，只要一方有问题，那就会处理不好。所以就算我一直盯着对方，把对方的问题全部都改正了，还是不会处理好，因为我自己没去看我自己的问题。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要知道关系是双向互相的。那么在检讨一直指责别人问题的时候，也要花同等时间去想一想我自己，我是不是也有什么问题是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呢？那这个时候当然也需要祷告，像刚刚薛仁讲，上帝会帮助我们光照我们，但是我们要先有这个意愿去看自己。如果我们都是看别人，然后指头指责别人的话，我们没有给上帝一个机会去光照我们自己，那我们自然就不会去探测到，原来是我自己身上有这些雷，是过去这个家庭过去的发生一些事情埋下这些的种子，埋下这些地雷，然后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它，也没有去处理到它，然后对方就是不小心踩上去了，然后我就开始怪他。其实我呢平常一直都在这个两个人之间一直摆了好多地雷，但是我也是我的责任嘛，我怎么可以都是怪对方呢？所以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有一个愿意负责任的态度去看待关系，知道这是双向的，我也有需要去检讨的地方，去看的地方。那有些地方我看不明白，我求上帝帮助我。有时候对方也可以帮助我们去从他们的反应去让我们注意到自己一些，比如说他就注意到为什么我每次出门前就这么着急，这么有时候很赶可以说得通，有时候不赶的时候我还是这么焦急。他都给我的回应，我就会去想，对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去注意到自己，然后去祷告，去问上帝。那上帝就后来让我看到说，这么久之前的事情我也都忘记了，可是那个情绪还在。那我们就面对他祷告，那就慢慢这种情况就会比较少，或是我在发作的时候，我们两个就不会当做不知道，我们都知道怎么回事，那也会比较好的一点的应对。他也就会知道说我可能又这个按钮又按下去了，那他就对我也比较有耐心，然后我自己也要学习控制我自己的情绪。我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双方如果都意识到我们关系当中有哪些这些按钮，有些地雷，我们就可以避免掉蛮多的不需要的争吵，跟可能吵也没有结果的，因为那是一个埋的地雷，两个人炸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事情，所以就没有必要去花那时间去在那边争吵，而是能够冷静下来，回想自己的为什么会这样，然后呢，像薛仁刚刚问上帝说，我为什么会有产生这个情绪，然后请他帮助我们。那有的时候上帝就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不都是对方的问题，我们自己有我们相当程度的责任，很负责任去看这个事情，然后把它沟通出来。重点是自己发现了，要宣讲，你要跟你的另外一半讲，另外一半才说原来如此，一个恍然大悟多年来的问号，心结都可以解开了，那就后面就知道，就是更能够去坦然去面对。有时候也就一笑置之，也没有必要去深究下去了，也不要去想要去改变对方的埋下时间这么长，你也不要想一天就把它扫掉，那就是包容，然后就是理解，那就是帮助，互相的帮助，说有些都是一些小事情，那你在那边计较，你做的多我做的多，家伙那没意思嘛，所以你在计较的时间我就已经把它做完了，所以就是能够理解他的情绪，理解他怎么来的，那就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在关系的沟通或是我们的保养是有帮助的。好，那刚才牧师真的也把自己的体会也讲了哈，包括师母讲到的这个地雷还是没有炸的雷，有炸的和没炸的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给我们一个特别形象的这个看见。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
爆发出来，包括那种恶劣的情绪去影响到别人也伤害自己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一颗地雷，我们也不会去很聪明的想我们曾经受过的一些什么伤害引起了我们去埋了这么一颗雷，对吗？那首先我们不懂怎么样来检测，不知道，没有头绪。第二呢，就是当我们发现了这颗雷的之后呢，我们真的可以请求帮助，比如说让我们的爱人来帮我们让上帝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可以明白了这颗雷对我们的危害之后，我们就能够小心谨慎的把它处理掉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如果我相信师母当时把这个情况跟牧师讲了，哎呀，我小的时候因为这个受过伤害，所以我发现了我不喜欢洗你的衬衫的时候，这个经历跟牧师讲了，可能牧师以后呢在做的时候他自己就在想，原来我老婆有过这个伤痕，所以我呢做的时候我也会心里比较更平安更平和，而不是忍气吞声，哎呀我不要踩这颗雷他知道这颗雷是埋下了，也知道我怎么样小心的躲避。同时呢，我也更相信，就是当你们二位都懂了这是一颗地雷的时候呢，等你们再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们都会彼此宽容彼此包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这颗地雷它就没有了，对吧？就挖掉了清走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发火的时候或者你不开心的时候，我也知道是这个原因，那我就忍让你。那一位想发火的就觉得，哎呀你看我老公都这么体恤我了，我难道不能把他的衬衫做得更好一点吗？要把他衬衫晾起来吗？对吗？肯定下一次也不会计较这一些了你怎么这么压迫我等等等等。所以其实说到底，我们在神里面夫妻二人是成为一体的，你多做一点就等于是左手帮右手，对吧？等于左脚帮右脚一起往前迈，有什么了不起的你脚多撑一点力，手多用一点次数，其实如果我们能想到这一点的话，很多矛盾都化解了，对吗？所以真的很开心跟二位聊一聊这个情绪地雷，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都能够感受到自己生活中去寻一寻内心当中埋了几颗雷然后努力的把它们清走，不要让它们爆炸，好吧好的，那谢谢你们二位我欢迎你们下一次再来我们的聊聊吧，我们再一起聊好吗